大丈夫。不会吧？文化部不可能。顶开了，老陆，顶开了，老陆，顶开了，一刀切啊，一刀切。啊，全中国一刀切啊，老陆，见证了现场啊。观众。一刀切啊，一刀切，见证现场啊。搞这个。继续参觀。有生之年啊，有生之年。一刀切啊，一刀切啊！有生之年，有生之年。到此結束。哦，老陸，真的。中衛可以繼續。剛才大家看到的是2025年11月28日晚上海萬代嘉年華活動現場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一幕。日本歌手大龜真希正在台上演唱《海賊王》的片尾曲《Memories》。這首歌陪伴了無數動漫迷的青春記憶啊！然而就在演唱進入尾聲的時候，舞台突然陷入了一片漆黑，音樂戛然而止，燈光全部熄滅。當燈光重新亮起的時候，大龜真希啊還站在原地，可以看到他是一臉的錯愕呀。然後2名工作人員快步上台，一邊和他溝通一邊就直接拿走了麥克風，將他引導離場。主持人隨即就廣播說，本次演出到此結束。現場觀眾先是一片沉默，隨後就爆發出了一片議論聲，還有人說要求退票。這個大龜真希雖然不是超級巨星，但他因為演唱《海賊王》的歌曲而在華語地區呢擁有大量的粉絲。這次的上海之行，他原本計劃是在28日和29日2天都有演出。事後呢，他在社交媒體轉發了經紀公司的聲明，表示活動遇到不可抗力因素，被迫提前終止。29日的演出也一併取消。他這個聲明措辭很謹慎，沒有點明具體原因，但所有人心裡其實都清楚這和當前的中日關係緊張密不可分。就在同一天，更大的消息傳來，日本天后濱崎步原定於11月29日晚在上海舉辦的個人演唱會，也在最後一刻被取消。濱崎步的知名度和大龜真希可是不可同日而語濱崎步在社交媒體上就發了一段文字，他說我們與200名工作人員日夜奮戰，花了5天時間完成上海舞台的搭建。然而，核心工作人員早上被匆匆召集，我們接到了取消演出的要求。而且，由於濱崎步他的影響力非常大，來自中國各地、日本乃至世界各國的14000名演唱會的聽眾已經抵達了上海，他們很多人都訂好了酒店，滿懷期待等待這場久違的演出。但這個演出就戛然而止了。濱崎步還曬出了為上海場準備的這個全新造型，以及和工作人員的一些合照。他在帖子裡還說不要擔心我，要好好照顧自己。這個字裡行間就流露出對演唱會的粉絲的歉意和關懷。所以很多網友也表示理解說這次真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根據網絡流傳的消息，濱崎步在演唱會取消之後，獨立一個人走進了空蕩蕩的場館，當然也可能有樂隊在沒有觀眾的情況下完成了整場表演，並且全程錄製。網傳他希望之後能有機會將這些錄製內容呈現給歌迷，以此回饋大家的支持，也彌補此次因演唱會取消而受到影響的粉絲們的遺憾。這個決定體現了他作為藝術家的堅持和對粉絲的尊重，但同時也讓這起事件具有了某種戲劇性和象徵意義這2起事件的背景其實都指向了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的那番表態。他表示，如果台灣受到武力攻擊，可能構成日本的存亡危機狀態，屆時日本可以行使集團自衛權。這番言論被中國視為嚴重干擾中國內政，違背一個中國原則。中國外交部和駐日使領館連日來在國際社交平台密集發聲，表達了強烈的抗議。隨後，中國就開始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中國外交部也呼籲中國公民短期內避免前往日本旅遊。日本的水產品禁受到了限制，文化交流領域也受到了波及。不僅大龜真希和濱崎步的演出被取消或者中斷，據報道蠟筆小新等日本動畫片在中國的上映也被叫停。此前熱映的《鬼滅之刃》劇場版雖然票房一度高漲，但很快在排片方面也迅速降到了冰點。這2起事件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也引發了激烈討論，在評論區呈現出明顯的2極分化，持反對意見的網友佔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有人就直言，沒必要這樣吧，他又沒有犯什麼罪。但這條評論很快就有人回復說他的國家犯了。
啊。這個邏輯就是將歌手这個個人和國家進行綁定。也有網友犀利地指出，也不知道哪個天才想出來的閉麥拉電關屏幕，這種做法只會讓人反感，讓更多本身是偏向我們或者中立的日本人不再偏向也不再中立了。這種觀點就認為這種粗暴的中國演出不僅無助於解決中日關係的緊張，反而會激起日本民眾的反感，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就是說本來是可以動員日本的民間力量反戰，反對他們的首相的這種言論，但是現在這個做法反而會適得其反。還有更加諷刺的聲音，有網友就以高級黑的方式說乾脆以後和日本人結婚也拒絕發結婚證算了。然後再回看一下那個大龜真希被斷電的現場現場的觀眾的反應也挺能說明問題。有人就驚呼說不會吧，有人說見證了現場有生之年還有人質疑說直接終止嗎？這些現場付費觀眾他是付費購票專程來的，現在呢卻目睹了這個匆忙而粗暴的結局，失望和憤怒之情溢於言表，這可以理解因為畢竟他花了錢嘛。當然了，也有支持這種做法的聲音，一些網友就認為在國家利益面前，個人的娛樂活動不值一提。日本政客發表了不當言論，中國自然有權採取反制措施。他們認為文化交流也是國家關係的一部分，不應該獨立於政治之外。還有人表示，這是向日本政府施加的必要手段，只有讓日本的社會各界都感受到壓力，才能迫使日本政府改變立場。綜合來看，從我看到的大量評論來說對於演唱會取消還是持有不贊同態度的網友占了更大的比例很多人認為呢，這個藝人他畢竟是老百姓嘛，他是無辜的，他們只是知名度比較高的職業人士而已，不應該為政客的言論買單。而且這種做法和現代文明社會的行為準則是有差異的，也不利於中國的軟實力的建設。日本網友也針對這個事件發表了各種看法，有人就說從沒想過在政治壓力方面會波及到這種地方。也有人說這真是巨大的浪費，也更加印證了我們對中國這個國家的印象。這就和我前面提到的一位中国網友的評論不謀而合。這位網友擔心的就是本來日本民間一些中立的人士，現在有可能因為這個事件反而倒向了另外一面。現在讓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當時的決策者採取了不同的做法，結果会怎樣假如濱崎步的演唱會得以如期舉行，大龜真希也順利完成他的演出，那將傳遞出完全不同的信號這不是對日本政府立場的妥協，而是對契約精神的堅守，是對14000名付費觀眾權益的尊重，是對200名工作人員勞動成果的認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契約精神。所謂契約精神，就是對規則的尊重，對承諾的履行，對他人權利的保護。濱崎步的演出合同早已簽訂，相關部門也已經審批通過，門票已經售出，舞台已經搭建，一切都按照既定程序推进。在這種情況下，以不可抗力為由臨時取消，實際上是對契約精神的一個破壞。更嚴重的是，這種破壞會產生不可想象的負面影響。比如你看外國投資者和企業家在做投資決策的時候，他最看重的就是法律環境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他們需要確信，只要遵守當地法律，按照既定規則運營，就不會遭遇意外的政治干預。而這次事件傳遞的信息恰恰是，即使你獲得了所有必要的批准，即使你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人力，也有可能在最後一刻因為某種因素被一刀切。所以如果決策者選擇讓演唱會繼續進行，同時呢，通過其他渠道向日本政府表達抗議，是吧？比如之前已经做了不少，在外交场合发表声明，然后召见日本大使，然后在国际场合阐明立场等等包括对某些具体的经济领域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些措施呢也设置起始的日期，这样呢不仅可以展现一个自信和从容，也保护了契约精神这一市场经济的基石我們再來冷靜地分析一下這起事件中誰的損失最大。表面上看，短期看好像是濱崎步和演唱會的承辦方損失不小，比如這個門票收入泡湯、場地租金、舞台搭建費用、工作人員的工資和差旅費，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經濟損失。大龜真希呢被中斷演出，同樣面臨類似的問題，只不過是損失要小得多但從長期來看，尤其是這個濱崎步他反而可能會因禍得福因為你看這個濱崎步他空場錄製演唱會的這個決定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和象徵意義你看像邁克爾·傑克遜這樣的天皇巨星，他都沒有機會開一個人的演唱會，因為這個成本太高了。現在濱崎步反而
因為陰差陽錯，各種機緣巧合，他就開了一個人的演唱會，這可能會成為音樂史上獨一無二的存在啊！如果這個錄制的視頻公開發行，就有可能在全球範圍內引起巨大的關注和討論，甚至銷量可能會超出預期。那這種獨特性和話題性是商業營銷都無法制造的。更重要的是，這起事件已經被國際媒體廣泛報道了，濱崎步他作為受害者的形象就會贏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啊！你像那些西方媒體一定会從什麼藝術自由、文化交流的角度來報道，這對濱崎步的國際知名度不僅是一次巨大的提升，而且這個承辦方如果他運作這次事件，把這個損失轉化為營銷機會，就把這個影片進行推廣，完全甚至有可能扭虧为盈啊！那回頭看看誰損失最大？答案就是可能是中國这个经济环境、营商环境以及中国普通老百姓啊。首先，你看这个事件，其實它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這個契約精神的形象。契約精神它本來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是投資者信心的基石。你看外國投資者一看，一場獲得了所有必要審批、投入了巨額資金、即將開幕的商業活動就因為最後不可抗力，在最後一刻被取消。你看他怎麼想啊？他肯定擔心呢。如果我在中國將來投資建廠萬一我這個國家的某個政客說了一些不當言論，是不是我的產品會突然被限制？我已經投入的資金會不會打水漂？這種擔憂不是杞人憂天啊。根據公開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同比下降了27.1%，創下歷史最大跌幅。經濟學家跳出來解釋說，這是市場結構的調整。但是這些外資企業，它實際擔心的是經營不確定性的越來越大。那濱崎步這演唱會事件可能就進一步加大了這種擔心。美國、歐洲、日本的企業在做投資決策的時候，肯定都會進行風險評估，非常擔心濱崎步演唱會被取消的這個新聞會被不懷好意的這些政客大家利用，讓這些投資的風險評估報告上風險等級上調。這起事件的傳播力度不容小覷濱崎步他畢竟是亞洲頂級的流行天後，在日本、韓國、東南亞都有大量的粉絲。他這些遭遇不僅會被這些地區的媒體廣泛報道，會成為社交媒體上熱門話題，而且肯定會被西方媒體引用。這種負面傳播的影響肯定是深遠的，西方媒體大概率會抓住這個機會來進行炒作。最終這些報道會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會影響外企和個人對中國的信心，最終就會傷害到中國的經濟和老百姓的權益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完全脫離國際市場而獨立發展。中國是需要外資帶來的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渠道，需要和全球供應鏈保持緊密聯繫。如果外資因為擔心風險，減少投資和外貿的生意，受影響的不僅是企業，更是普通老百姓的就業機會外資企業在中國實際上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貢獻了大約2成的稅收提供了近5成的進出口總額。如果外資又在持續流失，這些崗位、稅收、貿易額都會受到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連鎖性的。外資企業的上下游的配套企業也會受到波及，為外資企業提供服務的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物流公司、酒店、餐飲業都會感受到寒意。最終，這些影響都會傳導到勞動力市場，導致就業壓力增大，收入增長放緩。另一個風險就是日本政客可能會利用這起事件進行政治操作甚至不排除這樣的可能，某些別有用心的國際組織會把這濱崎步空場演唱會的視頻提名為某種勇氣獎或者藝術自由獎，進一步擴大這起事件的影響。這在之前可都是有一些樣例的，那個時候濱崎步本人可能就成為一種象徵。所以不得不承認，最終有可能受影響最大的反而可能是南轅北轍，可能是中國的經濟和中國的老百姓。中日關係確實面臨挑戰，但我們還是要始終牢記契約精神，它不應該是紙面上的口號，而是需要在每一個具體事件中去堅守的原則。當契約精神不被遵守，信任的基礎就會一點點瓦解，最終受害的還是自己。本期就講完了，下期再見。